若有来世，我要你们血债血偿。沈曼曼死后灵魂漂泊无依，在世间游荡，看着孙苗莲自己死后还要污蔑自己的名声，告诉其他下乡的知青自己是吃不了苦，为了躲避劳动，自愿委身王麻子，婚后又不甘寂寞，和野男人私奔。孙苗自己则隔年嫁给了村支队大队长，生了一对龙凤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人生幸福美满。而继母一家霸占了父亲留给自己的房子，继妹顶替了自己在城里的工作，也过得风生水起，最后认了个参谋长当干爹，嫁入高门，一生无忧。烂赌市性的继兄靠着自己的彩礼钱，在黑市赚了个盆满钵满，成了一方首富。这个世界真是可笑的厉害，我一直本本分分，勤勤恳恳，到头来却落了个当父贱种的污名，死后被野狗分尸，尸骨无存。青天白日金线厉鬼，王宝珠吓得惨叫连连，身子却僵直在原地，利爪朝王宝珠的心口抛去。沈曼曼眼底闪过疯狂的快意，可那王宝珠脖间的一珠虽然闪出一道金光，将沈曼曼定在原地，不得寸进。明明就差一点，就能掏出王宝珠那颗黑到发臭的心肝。沈曼曼不甘的怒吼，可刺目的金光带着燃尽一切污秽的炙热，笼罩了他的魂魄。我竟然没死，没有魂飞魄散。这一刻，他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为了不哭出声，他紧紧咬住自己的手，浓重的悲伤痛苦和克制不住心中滔天的恨意，瞬间将他淹没。老天有眼，竟让我重生回到10年前。1975年9月5日，就是这天，他得知继母给自己报名下乡，自己不同，就被继母狠狠打了一顿，被关在杂物房里自生自灭。重来一世，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势必要让那些曾欺我负我辱我之人死无葬身之地。继妹王宝珠一直有起夜的习惯，果不其然，等了半个多小时，王宝珠推开房门，朝着院中的旱厕走去。沈曼曼看着他已经被尿液浸湿的花裤，讥讽地低笑一声，狠狠地甩了他2耳光。王宝珠，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沈曼曼紧紧握着失而复得的玉珠，泪珠滚滚落下，却没注意沾上自己整身鲜血的珠子在月光下闪了闪，忽然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自己的心口。沈曼曼还来不及惊讶，意识也被抽空，在睁眼时，自己已经落在一处小院前。这是玉珠内的世界吗？沈曼曼并不感到害怕，反倒生出亲切温暖之感。只见院子里只有2间房，里头空落落的，除了一股泉水，什么也没有。怎么也该有一个垫子，也好休息休息。念头刚过，小院内忽然出现一张破旧的棉垫子。这不正是杂物间的那张吗？沈曼曼几次实验，凡是用手轻触过的物品都能被收入空间，只要自己意念加持，自身便可自由进出。没想到母亲留给我的遗物竟是这般珍贵的空间宝物。想到了前世那些发生在王宝珠身上的种种奇怪之处，瞬间便有了解释。好，夺我机缘，抢我宝贝，难怪前世费尽心机也要弄死我。王宝珠，咱们之前的血海深仇又增一笔。嘿嘿，有这样的宝贝在手，总不能浪费了。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沈曼曼有些脱力，短暂休息了一下，她开始翻找家里值钱的东西。之前王爱华为了搓磨我，家中里里外外恨不能一天擦3遍，可唯独一个地方他不让我靠近。家中的户口本、房屋登记证，还有各式各样的票据，七捆扎捆的严严实实的大团结。数了数，一共是7500元钱，还有各类票据，有本地的，也有全国流通的。这时，一个小檀木盒子引起了沈曼曼的注意，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只通体碧绿、成色极好的翡翠玉镯。这正是母亲留给我的嫁妆，父亲一死就被继母夺走，最后被王宝明高价转卖，成了他做生意的原始资金。哼，既然决定离开了，房子里的东西也没有留下的必要。沈曼曼转身来到了王宝珠的房间，如法炮制，将屋内的家具用品一一收走，其中还包括王宝珠存了多年的私房钱118块5毛，一盒崭新的雪花膏，以及刚打的2床新被褥。嘿嘿，王宝民前几天刚惹了事，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倒也方便了我今夜行事。赏你的。宝珠怎么了？要不要帮忙送医院？就是好端端的怎么晕在这儿了？咦，好臭，这是尿了。宝珠，你咋了？王宝珠猛地坐起，感受着身下的如湿冰凉，鼻尖传来的怪味，脸色一白一红，不可置信地低头望去。沈曼曼重生，回到70年代，空间在手。上一世害我惨死的王家人，你们的地狱来了！宝珠姐姐羞羞，这么大了还尿裤子，哈哈哈！羞羞脸，宝珠姐姐尿裤子啦！王宝珠惊慌地爬起身来，羞愤欲死。别看了，都散了吧！哈哈哈，不会是梦游吧？居然在旱厕边上睡着了，是不是起夜时遇上小偷了，这才被打晕？最近这世道可不太平，小偷小摸的太多了。哈哈哈，啥小偷啊？不就是尿炕吗？宝珠啊，你都这么大姑娘了，有毛病要趁早治啊，可别耽误以后嫁人啊！胡说什么？我好着呢，再胡说我可就撕烂你的嘴！
哎呦，好心当成驴肝肺，瞅你那泼妇样，这么大了还尿裤子，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啊？本来还想帮你介绍个专门治尿炕的大夫，嘿，现在做梦去吧！你给我滚滚，我才不需要，还是留给你自己吧。王宝珠被气得心梗，众人异样的眼神几乎将他凌迟。他恶狠狠地瞪了钱奶奶一眼，砰的一声甩上房门。本来好心好意帮忙救人，没想到平白无故被挨了一顿骂，几个街坊邻居脸色都有些难看起来，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正想散开，妈，众人脸色一变，当即顾不得计较，一脚踹开了房门。这是遭贼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是鬼子进村了，还是撞鬼了？咋还能一夜之间给家都偷了，连做饭的锅都没留下？快让让，快让让！没看他脸都憋紫了，估计是气急攻心，一口气没上来。这时王宝珠却丢下自己亲妈，慌忙去查看自己房间。看着空空的房间，王宝珠腿一软，险些也晕死过去。她下意识地拍着自己胸口，低头一看，瞬间绷不住了。脸也丢了，钱也丢了，就连从沈曼曼那抢来的玉珠也丢了。王爱华总算彻底清醒了，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听着屋内王宝珠的鬼哭狼嚎，用力捶着胸口，几乎要呕出鲜血。这可是我全部的家当啊！这杀千刀的小偷，曼曼那丫头呢？就是，家里闹出这么大动静也不露面，曼曼丫头不会是出事了吧？这话一出，热心的街坊慌忙四散找人。找到了，张奶奶将人从杂物间扶了出来，沈曼曼瘦弱的身躯摇摇欲坠，额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哎呦，你怎么跑到杂物间了？我一直住在杂物间啊，自从我爸死了以后，宝珠和王姨就不许我回房间睡了。王宝珠此刻从屋里冲了出来，一头扎进王爱华怀中。没了，妈，我的东西都没了，咱家没了，全都没了。王爱华看向被人群拥簇关切的沈曼曼，忽然有了发泄的出口。你个懒出生天的蠢王八，家里进贼了你都不知道吗？连个家门都看不好，我养你有什么用？还不如养条狗，好歹还能看家护院。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2天伤得厉害，一直在昏睡。小贱货，我看这事就跟你脱不开关系。你说是不是你联合外人把东西都偷了？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说着说着就要冲着沈曼曼挥巴掌。家里进贼了，你怪孩子做什么？你一个大人，连家被搬空了都不知道，她一个小丫头被关在杂物间，能知道啥？再说，你看她这也受着伤呢。放屁，她那伤是我妈打的，家里进贼了，我和妈都受了伤，就她没事，我不信。还有我的珠子，肯定是你拿了，赶紧还我！你把我妈留给我的遗物弄丢了，报警，快报警啊！什么你的？那是我的东西，别给我装，赶紧还我，不然等我哥回来，我让他打死你。已经报警了，就是不知道丢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找得回来。曼曼头上的伤是你们打的，你们将她打成这样，不送她去医院，还将她反锁在杂物间，你们这是要害死她吗？王爱华，没想到你这么恶毒，你当年带着2个拖油瓶从乡下逃到城里，就连套干净的衣服都没有。嫁到沈家后，人家沈怀对你不错吧，给了你们一家3口安稳的生活，让你的孩子吃饱穿暖，还有书念，就连你的工作也是沈怀四处奔波，最后替你找的。可人家沈怀才走了多久啊，你就这么折磨他留下的孩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是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难怪古话说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邻里大院人来人往，议论纷纷，彻底撕开了王爱华的遮羞布。王爱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扭曲的面容慌忙挤出一丝笑，往前走了2步，试图将沈曼曼拽回来。呵呵，这都是误会啊！曼曼，你快说句话，王姨平时对你怎样啊？沈曼曼迅速地抬起手护住自己的头，袖子顺着胳膊往上滑，露出一道道青紫的痕迹。挺好的，王姨平日待我和宝珠一样好，你们都误会了。你个死丫头，故意做出这个死样子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我虐待你了吗？我少你吃穿了吗？你说话啊！沈曼曼一脸惧怕地后退2步。曼曼丫头，你别怕，婶子在。沈曼曼，你装什么啊？帽子叔叔来了，同志您好，他偷了我家的东西。谁报的案？王爱华连忙冲到帽子叔叔面前，连哭带骂，唾沫星子满天飞。同志，是这样。来办案的同志倒是认真听着，同行的人检查一番，也摸着下巴表示不解。你们最近有没有和人结仇？是他，肯定是他记恨我们，他肯定是那个内贼。嘿，真不要脸，还偷我玉珠。王宝珠，你要脸行不？别的先不说，就说那玉珠到底是谁的？人曼曼自小带着的，怎么就成了你的？你当我们职工大院的人都是瞎子？你说他联合外人偷了你们的东西，这里也是他的家，这些东西更是沈家的东西。他还没说话，你们这2个外姓的倒是吵起来了。怎么不说是你家那个不省心的老大，成天偷鸡摸狗的，没准就是他招来的祸事。王宝民这几天确实没回来，前2天也刚和人吵架，还动了手。小贱人，你闭嘴！同志，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我家里东西丢了，你们不快帮我找找，还怀疑我儿子，这是什么事啊？一定是他，我们都受了伤，可唯独他毫发无损，难道这不能算证据吗？事到如今，王爱华也顾不得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名声了，丢的可是自己积攒半生的全部家当，半点马虎不得，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昨夜我被人打了闷棍，迷糊间看到那人的身影，又瘦又小，肯定是他。他记恨我给他报名下乡，也有理由报复我。你们快将他抓起来，好好审问，一定有同伙。众人哗然，议论四起，看向王爱华的眼神更是鄙夷。顾长庚一眼便瞧出沈曼曼头上的伤势二次撕裂，绝不是新伤，心下也有了些怀疑。同志，沈曼曼则两眼一翻，又是抽离进入了空间，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忙了一晚上，又是打人又是收东西，也疲累的厉害。管他外面天翻地覆，自己只想好好的睡上一大觉。顾长庚眉头一皱，见他裸露在外的肌肤遍布青紫，刚才众人的议论他也听得七七八八。王爱华也看出来这群民警以顾长庚为首，当下又冲了上来，喋喋不休，翻来覆去的说，不停的指控沈曼曼，说他是贼。你说的那些有证据吗？你怀疑他是小偷，却拿不出实质的证据，但他身上的伤痕却是实打实的。按照我国法律，打骂子女，情节严重属于虐待罪，也是要判刑的。王爱华一僵，看着他怀里的沈曼曼，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就要去捶打沈曼曼。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在这儿，你还敢打人？当我们是摆什么？你们不去找杀千刀的小偷，找回我家丢失的财物，你们却计较这些小事。我打他怎么了？我是沈曼曼的后妈，后妈也是妈，当妈的打几下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刚才打的是我，涉嫌袭警，程度严重的话，我们有权将你带回去调查。不是，同志，都是误会，家里被偷光了，我妈妈就是太着急上火，才胡说八道的，现在还是调查失窃案为重了。我家里也绝对没有虐待沈曼曼，不信等她醒来你问问她。哼，我就不信那个怂包敢乱说话。这时一位同志凑到顾长庚耳边说了几句，他的面色沉了下来，垂眸打量了下怀中的姑娘。我先送她去医院，剩下的交给你们来办。沈曼曼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四周满是浓郁的消毒水味，额上伤口已经包扎过了。你头还晕吗？还有哪里不舒服？喝点粥吧。沈曼曼连忙拒绝，前世的遭遇让她下意识的抗拒和陌生人接触，但那护士已经将饭盒递了过来。谢谢。谢啥？这不是我买的，是送你来的同志买的，就是长得有点凶。对了，你的医药费已经结过了，你休息一会，等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头上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可能会留疤，小心这几日不要碰水。此时病房门被推开，两位帽子叔叔跟小护士打声招呼，便打开记事本开始询问。前夜你可听见什么动静，或是看到可疑的人？没有，我伤得厉害，被他们关在杂物房，又没吃喝，根本不知道家里被人偷了，还是邻居找到我的。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我继母和妹妹打的。为什么？他们要王宝珠顶替我在纺织厂的会计工作，还让我下乡，我不愿意。王宝明和你有联系吗？帽子叔叔又例行询问了几个问题，没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便起身告辞了。看样子是洗清了嫌疑。想到空间那满满的家当，7000多块钱在这个年代足够自己过上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日子了。下乡的日子越发近了，临走前可得给老王家留点惊喜才是。继母为了让继妹王宝珠顶替沈曼曼的工作，给她报名下乡，但重来一次，她怎么可能让继母如愿？王宝珠，该下乡的本来就是你啊！带着老王家的户口本，沈曼曼直奔知青办。王宝珠是吧？你这小姑娘不错，很有觉悟啊。现在这帮小青年啊，吃苦怕累，宁愿做个无业游民，在城里晃荡鬼混，也不愿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与国家的建设。您说的对，我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自愿报名下乡。只是我妈妈她实在放心不下，毕竟农村条件艰苦，我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又没人照应。这样，你看看这表格里有没有远方亲戚在下放的知青点附近，我就近安排，到时也好有个照应。太谢谢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处处为我们这些普通小百姓考虑。一通恭维让知青办的主任很是受用，看向沈曼曼的眼神更加慈爱。黑省黑河的红旗公社，王宝珠，这一次该你了。毕竟王爱华收了人家300的彩礼，总不好让自己表侄人财两空才是。又领了知青的下乡补贴60元，全国通用的粮油肉票，笑容满面的走出知青办。一想到王家现在家徒四壁的惨象，心情更是前所未有的愉悦。路过国营饭店的时候，香气飘荡到鼻尖。同志你好，我要1碗牛肉面，再加2个肉包。滚滚滚，这里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该来的地方。我要1碗牛肉面，2个肉包。哟，想吃饭可以啊，你有票吗？你有钱吗？要多少？呵，打肿脸充胖子，一共是3角5分钱，还要3两粮票和2两肉票。这个年代得能在国营饭店上班，那可是人人艳羡。工资虽然不是很高，可待遇却实打实的好。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了就快滚，别耽误我们做生意。你这同志什么态度？墙上还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你就是这么服务人民的？铿锵有力、略带威严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沈曼曼闻声回头，来人正是顾长庚。
这糟糕的运气。他拿不出钱和票，也不能耽误别人吃饭啊。我们看着都挺忙的。你数数，一分不少都在这了。同志好巧，对了，这周的钱和医药费我还没给你。不用了，只是据我所知，你家都被偷了，分毫不剩，你哪来的钱？不说。沈曼曼眼角微红，颇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意味。是我之前来路不正，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给王宝珠报名下乡了。我现在花的钱就是知青办给他的补贴。除了这饭钱，剩下的都在这了。该下乡的本来就是他王宝珠，他们占着我父亲留给我的房子，花着我父亲留下的抚恤金，还要将我赶到乡下，让王宝珠顶替我的工作，就连知青下乡的补贴金都不给我，这口气我咽不下。说来我倒要谢谢那个小偷，总归是我的东西，我宁愿都被小偷偷走，也不愿便宜他们。顾长庚自然知道沈曼曼的处境不易，民警办事效力很高，已经将沈家的事查得清清楚楚。自幼丧母，亲爹死后，在继母手底下艰难讨生活，好不容易满了16就能去厂里上班了，却被继母算计，很快就要下乡去了。收好，多置办点东西，下乡日子也不好过，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果然赌对了，与其遮遮掩掩惹人怀疑，倒不如7分真3分假，反倒能洗刷自己的嫌疑。卖工作，卖房子，我总归离开这里，自然不能便宜了王家人。是个有主意的，倒是比起那些遇事只会怨声载道、大喊命运不公的人强多了。此时面已经上来了，两人吃着面，一时无言。沈曼曼想起上一次吃牛肉面还是父亲在世的时候了，眼眶一红，眼泪啪嗒掉了下来。这丫头怎么说哭就哭？你若是遇上困难可以说出来，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不介意帮你一把。沈曼曼很快便从伤感中挣脱，调整好情绪，毕竟能重来一世，已经是天大的运道了。看向对面一身正气的顾长庚，展颜一笑，真是瞌睡送来枕头，实在妙极了。正愁该去哪举报王宝民投机倒把呢，这不专业对口了吗？我刚才从知青办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了2个同志谈话，说什么晚上10点西林胡同什么交易的，我怀疑他们有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的行为。怎么好好的扯到黑市上了？不过上头最近对这一块抓得很紧，只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些人个个鬼精鬼精的，就跟安了顺风耳一样，几次出动都让他们跑了。见顾长庚狐疑，眼神满是审视，沈曼曼一摊手，好吧，我说实话，是从我那继兄王宝民那里听来的，他向来混迹黑市，不干好事，举报违法犯罪行为，人人有责，我只是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罢了。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有私心，我确实不想让他们全家好过，你也没必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就是提供个消息，但他们究竟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时间段交易，我也不能保证。顾长庚沉默了，眼前这个瘦弱的跟个鸡仔一样的小姑娘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沈曼曼眸光一亮，这就是相信自己会去蹲点埋伏的意思了。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可能有土枪。沈曼曼并不是夸大其词，前世王宝民深夜赶回家中，吓得瑟瑟发抖，还偷偷摸摸的将染了血渍的衣服烧了。第二天新闻上便刊登了2名民警在追捕逃犯的时候遇害。如今我已经将知道的信息提供，后续如何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了。成功给王宝民挖了个坑，沈曼曼心情大好，马上就要离开苏市，只要卖了工作和父亲留的房子，这些钱足够我置办丰富的物资了。这一世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会过得很好。沈曼曼是高中毕业，父亲更是厂里的老员工，为了照顾已故员工子女，特意给沈曼曼安排了一份会计工作，只等她满了16岁便可以去厂里上班，1个月工资也有38元。沈曼曼早就想好买家，直接找到办公室李主任李秋霞，说明来意。曼曼，这好好的，你怎么突然想卖工作了？你这工作可来之不易，要不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这办公室的文职工作也轮不到。李姨，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我那继母为了让王宝珠顶替我的工作，已经将我的名字报了上去，再过3天我就要下乡了。什么？他怎么能这么干？不行，我找他去。这个黑心肝的烂货，之前老沈在的时候，看着还像模像样。你爸才死了多久，他就露出狐狸尾巴了。为了一份工作要送你下乡，就你这身子骨，哪能受得了？他这是要你命啊！李主任恨得咬牙切齿，说着就往外走，要找王爱华拼命。别，李姨别去，下乡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你去也没用。再说我也没吃亏，我给他姑娘也报上名了，就是比我晚几天。哎呦，你个傻孩子，你这么个面团似的人儿，到底受了多少委屈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没事，李姨都过去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沈曼曼了，再也不会任他们欺负。王家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工作你准备卖多少？卖给谁？甜甜姐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李姨要是觉得可以，给我1000就好，再给我些全国通用的邮粮布票，户口本和证件我都带好了，只要甜甜姐到了，马上就可以办交接。行，姨不能占你便宜，姨给你1200，还有各类票，姨帮你去寻摸。你到了黑省，要是缺啥少啥，你写信打电话都行，姨给你寄。沈曼曼还想推拒，李主任已经风风火火的打电话告知自己家人去了。妈，我的工作有着落了。嘘，死孩子，这么大声，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沈曼曼重生回到70年代，继母给她报名下乡，那她就给继妹也一起报名。至于工作和房子，该卖就卖。如今空间在手，巨款傍身，这一世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会过得很好。
沈曼曼决定先把工作卖给办公室主任李秋霞的女儿甜甜。快点办手续吧，我怕夜长梦多被我那继母知道了。主任跟厂长打过招呼，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曼曼，我还有点零花钱，回头都拿给你。够了够了，你和李姨已经给的够多的了。我如今也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用得了这么多？倒是甜甜姐，你该多给自己留点布票。听说你好事将近，我是吃不到你的喜酒了，就盼望你和姐夫过得和和美美。曼曼，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王爱华不做人，我却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么欺负你。李姨，我倒还真有一件事，请你帮忙。你说，只要李姨能帮上忙，一定尽力。我那房子打算尽快脱手，价格都好商量，最好2天之内就能现款结清，价格在3000左右。曼曼，这可不是小事，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不是我的。有王爱华、王宝民在，这房子迟早要改姓。我这一去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倒不如卖了干脆。曼曼说的没错，妈妈，这房子不卖，最后也便宜了姓王的，卖了，这钱还能落到曼曼口袋里。对了，舅舅家的几个哥哥一直因为住房紧张，到现在都不好说亲，舅妈成天着急上火。妈，你还不快去问问？既然是李姨的亲戚，那2800元就行。不过我那继母是个难缠的，您还是要提前和买家说清楚。不怕的，我那舅舅生了4个儿子，二表哥更是个混不吝的，胡同里就没人敢招惹他，他往那一站，小孩都不敢哭。哪有这么编排自己表哥的？行，等下班了，我立刻回去问问。今晚你也别走了，就跟我回去住一晚。你那继母着实不是个好东西，也省得你回去受气。沈曼曼谢绝了李主任的好意。不回去怎么看王爱华和王宝珠的惨样？下乡的日子近在眼前，上辈子挨饿受冻的日子他过够了，如今有了空间加持，又不缺钱，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囤货采买了。为了防止遇见熟人，惹来不必要的事端，沈曼曼还特意坐了公交车去了10公里外的片区。同志你好，我要30斤大米，30斤面粉，1桶油，2套大棉袄，2床10斤的棉被，还要10斤红糖，20斤白糖，10斤大白兔奶糖，水果糖酥糖也要10斤，鸡蛋20斤，麦乳精2桶，红塔山来2条，还要2瓶老白干。这么多，单有粮票可不行，还要有粮油供应本。沈曼曼点点头，拿出了王爱华的粮油本。他是棉纺织厂的工人，每个月有35斤的配额。买这么多生活用品，你这是准备结婚用的吗？怎么不见你对象？对，我对象是军人，我只好自己来了，新家啥都没有，只能现买了。原来是这样，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货。对了，你住得远吗？我们店里有个拉货的板车，你给2块押金，借你用用。那可太谢谢姐姐了，我正愁怎么拿回去呢。这个请你吃，我要的东西又多又杂，真是太麻烦您了。不麻烦，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你结婚要添置的东西多，你随便看看，床单被罩、暖水壶、脸盆毛巾、雪花膏、隔离油。除了售货员说的那些东西，又买了水果罐头、粗布棉布买几匹，又按照自己的尺寸里里外外买了6套成衣，除了零零散散的各种票据，总共花了262元8角。沈曼曼推着板车走到没人的胡同里，迅速将东西通通收入空间，折返3趟才将东西全部带走。回到王家时，天色已经黑了，还没踏进门就听见王爱华的咒骂。家里一贫如洗，自己去厂里好说歹说才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添这些生活必需品，不然还真要活活饿死了。自从嫁入沈家后，又和那头搭上线，王爱华已经许多年不曾这般狼狈了。杀千刀的小偷连锅都撬走了，如今这娘俩正泪眼汪汪的吃着生冷的窝窝头，就着凉水。你个小畜生，你怎么不死在外头，还有脸回来？你说是不是你联合外人把家偷了？你说是就是吧？你承认了，你居然承认了，我就知道是你，你个不要脸的小偷，快把我的珠子还给我，从我家滚出去！王宝珠捂着半张火辣辣的脸，不可思议的看向沈曼曼，这还是自己那个胆小怯懦的继姐吗？沈曼曼，我看你是失心疯了，竟敢打我闺女，看老娘不撕了你！脸皮怪厚，打得我手都疼了。你的珠子真是笑话，你们这母女俩真是一脉相承的不要脸，麻烦搞清楚，那是我的珠子，这是我的家，这房子写着我的名字，这家里的一砖一瓦都姓沈，你们吃的、用的、花的都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抚恤金，在我的家里大放厥词，谁给你们脸？以前是我软弱无能，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对了，有这功夫找我麻烦，不如快去找你那宝贝儿子，说不定哪天横死街头，都没人给他收尸。你不是沈曼曼，你绝对不是他，你到底是谁？快从他身上滚下去！王爱华这才反应过来，抡圆了胳膊扑了上来。你个小贱人，敢咒我儿子！王宝珠只觉得自己半张脸都没有知觉了，耳朵里嗡嗡鸣音，天旋地转间摔倒在地。真狠啊！你这巴掌不会把他打聋了吧？本来这么大的姑娘有尿裤子的毛病就够遭人嫌的了，再把耳朵打坏了，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啊？王宝珠听不清声音，只能看见沈曼曼的唇瓣一开一合，然后两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王爱华吓了一跳，慌忙抱住王宝珠，一阵心肝宝贝肉的叫唤。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啊？王姨，我就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我后天就要下乡了。我问你，知青点给我的补贴呢？我的钱和票呢？你瞎了吗？没看见家被偷了，我也没办法。被偷了不怕，你不是预支了工资，不然哪有钱置办这些东西？我不多要，我替你女儿下乡吃苦，总该要点生活费吧？给我200，我后天就乖乖下乡。你若是不给，我就去你们单位闹，去知青办闹。我知道我下乡这事是板上钉钉改不了了，但是我闹一闹，王宝珠逃避劳动，躲避下乡插队这事可就瞒不住了。到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我要200块。不可能。好啊，那我明天就去厂里，不知道你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你慢慢，家里刚出了小偷，你知道的什么都没了。你现在问我要200，不是要逼王姨去死吗？那就去死啊，我又不拦着你。哎，别开玩笑，慢慢你说这一时半会的，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啊？这样，我今天刚从厂里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一共是126，买了这么多的家用，还剩85。拿来，都拿来。王姨要是舍不得就算了，生怕沈曼曼要变卦，王爱华连忙将钱票往沈曼曼手里一塞。怎么会呢？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虽然平日是偏心宝珠了些，可对你也不是全无情意。我给你选的下乡插队的地点，正是我娘家村子附近，他们家条件不错，我会写信吩咐他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哼，那我倒是要提前谢谢王姨了。夜半漆黑的小巷子里，人影攒动。别动，警察！是条子，快跑！别动，通通抱头蹲下。为首的老大死死拽住手上的包裹，眼神狠厉地看向四周，一只手摸向后腰，将别着的土枪藏在里袖子里。王宝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区，当下不管不顾，趁着警察抓人，搬开胡同墙边的红砖，钻着狗洞逃跑了。好不容易跑出了2条胡同，走到巷道了，却瞧见前面有巡逻的民警，当下深吸几口气，掏出怀中藏着的2锅头，猛喝2口，剩下的全洒在衣服上，摇摇晃晃的装作喝醉的路人，从2位民警身旁走过。站住，干嘛的？去哪？我喝酒去了，我这就回去了。哦，看样子你喝的不少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住哪啊？天黑还是要注意安全。王宝民心头一喜，果然蒙混过关了。我叫王宝民，家住附近棉纺织厂。干什么？喝酒也犯法吗？为什么抓我？你是不是弄错了？错不了，上头特意吩咐了，抓的就是你，王宝民。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沈曼曼神清气爽地从空间中出来，只见甜甜正带了一个大妈在外头晃悠，王爱华还跟在她身后，好一阵哭诉。甜甜见到沈曼曼眨了眨眼，沈曼曼立刻会意。王爱华看见沈曼曼，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只是碍于厂里派了人前来慰问，不好撂脸子。沈曼曼倒是对着王爱华翻了个大白眼，转身走出小院。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甜甜便带着那中年女子快步走来。曼曼，这就是我的舅妈张美英。你就是沈曼曼同志吧？你那房子我要了，价格就按照你昨天说的2800，但是必须今天过户。自然，只是我家里的状况，不知道甜甜有没有跟你说清楚。我那继母有些难缠，到时你上门收房子的时候，可能有些麻烦。放心，你是房主，我是买家，这房子是我买下的，手续齐整。他就是闹到警察局，我也占理。就算他那儿子是个小混混，我家还有个混不吝的，吃不了亏。从房管局内出来，张美英喜笑颜开，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定，解决了房子的这件大事，儿子们的亲事也会容易许多。你数数看，钱和票都在这儿了。听说你要下乡的地方在黑省，那里冷得厉害，我特意找邻居换了不少棉花票，你看看还缺些什么，我想想办法。沈曼曼拿着厚厚一摞全国通用的不邮粮票，又当着2人的面将厚厚2摞大团结点清，装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挎包，实际上收进了空间内，十足的安全。从家里零零散散一共搜出的7600元，卖工作1200，卖房2800元，总共是11600。昨晚又从王爱华那扣出85元，扣掉这2天的花的，大概还剩11400。我如今也算是妥妥的万元户了。可这副样子落在甜甜等人眼里，却只当他是为逃离继母而开心。财不可外露，你一定要收好了。现在下乡插队的大环境已经比早些时候好多了，但你一个小姑娘孤身在外，还是要处处谨慎小心。你到了乡下，千万不要强出头，农活干不了就躲懒。你有钱傍身，不差那些工分，千万别累垮了身子。日后缺什么，你打个电话，我帮你记。这年头，人人以吃苦耐劳为荣，偷奸耍滑为耻，纵使心里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口，万一被人听去，少不得冠上一顶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谢谢婶子，我晓得了。是啊，曼曼，若是以后有回城的机会，你可一定要抓住啊，千万别傻乎乎被人骗了。就算是跟你一起下乡的知青，你也要防着点。这年头回城的名额有限，有些下乡知青为了抢回城的名额，无所不用其极，就连最好的朋友、同志、爱人也可以陷害出卖。我邻居家的姐姐就是被未婚夫顶替了回城的名额，最后只能嫁个乡下的泥腿子。沈曼曼一愣，想到了上一世遭遇，黑眸微敛。你说的对，
我会防着他们的。得了卖房的钱款，沈曼曼在外转了好大一圈，又跑了好几个供销社，把但凡能买的都尽收囊中，总算将自己在空间里的小院子填得满满当当，就连生产工具和各类蔬菜瓜果的种子也没放过。空间里的小院子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植生产，这些东西提前准备总没有坏处。下放插队的村子离城镇太远，村里头大多都是地里刨食刚刚温饱的村民，就算手上有票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东西，倒不如一次性买齐了，有备无患。目前买粮食还有很多限制，但糕点类的食品只要有票有钱倒是不限量。沈曼曼把手中的票盘了盘，将仅能在本地流通的糕点票、糖票挑了出来，然后豪气地将柜台上能买得到的点心都买了个遍。反正放在空间里也不会坏。路过服装店，沈曼曼又进去采购了好些衣物，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置办妥帖。沈曼曼将东西整理了一遍，直奔邮局。虽然有空间在手，可这些东西总不能凭空变出来，自然要有一个合理的途径。算了算时间，这些东西至少也要1个星期才能到达黑省。路过国营饭店时，又进去饱餐了一顿。临走时，他又买了50个大肉包和100个大白馒头。最后，沈曼曼拎着整整2大竹篓，快步走出了国营饭店，全然顾不得身后人的议论和艳羡。总之，这家国营饭店是不可能再来了，引起怀疑可就不妙了。想到国营饭店喷香的五花肉，沈曼曼思索再三，还是想去城西的肉联厂碰碰运气。只因去国营饭店吃了一碗红烧肉，于是女孩就决定自己去肉联厂再买200斤肉。刚走到肉联厂附近，就瞧见一大妈背着箩筐在和路人拉拉扯扯，后背上的遮盖的白布随着晃动，露出了里面的鲜肉。那两人见到沈曼曼拉扯的动作一致，又不甘地推搡着进了附近的胡同。老李头，你太过分了！要不是你说你家儿子娶妻办酒想要新鲜的猪肉，我怎么会特意留下这么多？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要害死我吗？我有什么办法？那婚事告吹还办什么喜宴？我跟你说了，我最多给你2元做补偿，你与其在我这浪费时间，还不如快点去找下家。你这个黑心烂肺的，你明知道我拿出这些肉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还让我大张旗鼓去找买家。要是被人发现，我全家都要遭殃。要不是家里老伴生病住院了，我怎么会？我说了我不要，这2元补偿我仁至义尽了，你爱要不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肉怎么来的，这事闹大了，对你可没好处。我讨不着好，你难道就跑得了？大不了鱼死网破。那老头气冲冲地往胡同外走，沈曼曼一个闪身进了空间，确定那人走远了，这才进了胡同。奶奶，我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谈话，你背上的猪肉有多少，我都收了。你胡说什么？什么肉？没有，小孩子家别挡道。老太太吃力地背着箩筐，绕开沈曼曼就要离开。这天虽然不热，可肉却不经放。若是那大叔倒打一耙，再带着厂里的人去奶奶家搜查，你这位脱手的肉可就成了板上钉钉的证据了。好，我不要票，猪肉、猪肘1块5一斤，排骨1块1斤，猪蹄8毛。你若是要得多，我那还有几个筒子骨，我都送你了。哇！好，你有多少肉我都要了。老太太先是一喜，又是一愣，最后叹了一口气。小姑娘，你要不了，本来是那个杀千刀的说要办酒席，我才总共有200多斤呢。这是定金，我都要了。都要了，你没骗老婆子我。好，那你快跟我走。只见老太太将肉藏在地窖中，这可不是保存鲜肉的好地方。小妮子，你放心，这肉都是新鲜的。我儿子是肉联厂的职工，这猪也是我们偷偷养着的，绝对没问题。他今早刚带出去办膳。之前那个杀千刀说好要办膳，我才给他留着。沈曼曼检查一番，确定是刚宰杀不久的猪肉，肉还是热乎的，当下爽快的过秤，一共是243斤。老太太一合计，又将7、8个筒子骨都送给沈曼曼。沈曼曼痛快地补了老太太230元。走的时候，看见厨房挂着的腊肉腊肠，卖不卖，你都要，有多少要多少。又花了45元将老太太家的腊肉腊肠包圆，老太太还贴心地送了她2个巨大的背篓。你住哪啊？我给你送回去吧。就在这时，门外吵吵嚷嚷，李老头带着几个红袖章闯进了小院。就是前老太他家，我举报他借着职务之便，从养猪场里带回小猪仔，养成之后私自买卖，不仅投机倒把，还想强买强卖。坏了，真让你这个小丫头说中了。大娘，你去挡挡，记得把钱贴身藏好。等钱老太藏好钱，抬头张望时，沈曼曼已经不见了踪影。等沈曼曼转了一大圈，从肉联厂的职工大院出来时，就看见那几个无功而返、骂骂咧咧的红袖章，压着那大爷劈头盖脸的一通责骂。第二日，收拾好一切，沈曼曼将厨房里王爱华新添置的柴米油粮、碗碟水壶尽数扔好，心里再没了半分留恋。王宝珠许是怕了自己，昨夜宿在了朋友家，并没有回来。而王爱华大清早就接到派出所的通知，火急火燎地赶去了。等我下乡后，李家人就会上门来收房子，还有知青办也会上门通知王宝珠下乡的具体时间。可惜这样的热闹自己是看不到了。沈曼曼有些遗憾，可临走前这最后一场戏还是要敬业的唱完。她不介意再给王爱华添点堵。哎呦，曼曼丫头，这么大早干什么去？
今天是知青下乡的日子，我要赶着去火车站集合。王婶、李婶，我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们也要多保重。沈曼曼说完就走，眼角划过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身子摇摇欲坠，背影看上去又瘦弱孤单，又悲戚倔强，实在凄惨极了。沈曼曼竟然是今日下乡，竟然就带了个小挎包就走了，连个行李都没有。一时间，处处都是议论指责王爱华的声音。沈曼曼刚走出职工院没多久，迎面就遇上了脚步虚浮无力的王爱华。搀扶她的李嫂子一脸嫌恶，却在看见沈曼曼时挤出笑脸。万曼丫头，干什么去？是你这个死丫头，都是你咒我儿子。王姨，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李家嫂嫂，我还要赶着去火车站报道。今天是我下乡的日子，我后妈她这是怎么了？是宝明哥出事了吗？王爱华此刻已经要疯魔，他这一辈子汲汲营营就是为了这一双儿女，可到头来儿子却要下放西部林场劳动改造3年。天杀的啊，那破地方怎么能活人啊？沈曼曼，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害了我的儿子。一旁的李嫂子可不惯着他，当下手一松，又一推，王爱华重重跌坐在地。王爱华，你够了啊！当着我的面还想打人。王宝民自己做错事，你怪得着曼曼吗？你都害得人家小姑娘下乡插队了，还没完没了。王宝民做出这样偷鸡摸狗的勾当，已经给我们职工大院蒙羞了，没拉出去吃花生米，已经是走了大运了。你不感谢党和人民给他的改正错误的机会，还在这迁怒他人，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更需要好好教育。一听要好好教育，王爱华瞬间怂了，他还有女儿要照顾，不能垮，一定不能垮。王姨的思想境界确实该提高一下了，要好好向王宝珠学学。你看他自愿报名下乡插队，要为祖国的美好建设添砖加瓦，实在是了不起。你说什么？王姨不是天天在我耳边说下乡好，知青光荣，一直劝我下乡，现在好事成双，您怎么看上去不太欢喜？哦，妹妹下乡的日子已经定了，就在1个星期之后，估计你们很快就会接到知青办的通知，千万要按时到火车站集合啊，不然被当作逃兵，要下放农场改造的。哎，我还赶时间，就不和妹妹道别了，反正1个星期之后还是会见面的。王爱华只觉得心中紧绷的最后一根弦也断了，两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前往黑省的知青到这儿来集合。很快，四周陆陆续续的零星聚集了4、5个人。我要开始点名了。算上你和班长，总共也就6个人，除了沈曼曼还没来，不是都在这了吗？还点名，装什么啊？孙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却不好直接发火，正好瞧见拎着个大箱子的沈曼曼。沈曼曼，你有没有时间观念？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你一个？我怎么记得是10点集合？现在是9点58分，我很准时啊。拿着鸡毛当令箭，可把你威风坏了。哼，你没迟到，是我们来的早了。再说火车10点半才出发，我们也是要等火车的。你走了一路累不累？箱子重不重？要不要我帮忙？谢谢，不用，都是些被褥棉衣，很轻的。我也是担心你啊，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最好的朋友？孙苗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不自觉地后退2步，自己怎么会觉得柔弱可欺的沈曼曼有些可怕？曼曼，甜甜姐，你怎么来了？最好的朋友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沈曼曼是怎么回事？以前在学校她多黏我啊，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没有吧，她一直就不怎么爱说话，和谁都淡淡的。孙苗感觉自己的脸面像是被当众揭下来扔在地上踩，气闷得说不出话来。甜甜姐，谢谢你来送我，怎么跑得这么急？给你，我亲手做的红烧肉，我妈她也想来送你的，可是厂里突然来了几个领导检查工作，她实在走不开，我也是请了2个小时的假才溜出来的。到了那边你要记得给我写信，我会每个月给你寄东西的，你千万别累着自己，平时出行不要落单，别强出头，农活能干就干，干不了也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才最重要，什么先进的名声那都是虚的。甜甜又递过来1兜子煮熟的鸡蛋，絮絮叨叨，可眼底的关爱浓得像墨。别不舍得吃，有事给我写信。沈曼曼觉得自己像是游走在世间的冤魂，纵使走在日光之下，可心里依旧空荡荡冷冰冰的，满心满眼都是仇恨。而甜甜直白的关心像是一缕光温暖了她，心房被强行打开了一条缝，此刻只觉得烫得厉害。好，我知道了，你别担心我，你和李姨也要注意身体，你刚上班被人抓住小尾巴可不好，快回去吧。沈曼曼眼眶微红，又从小挎包里掏出几张大团结，强硬塞进了甜甜衣服的口袋中。收着，我现在不差钱，到时候要你给我寄东西的多着呢，你若是不收，你寄的东西我可不要。好，我知道了。沈曼曼，你的车厢和我们不在一起，你去11号车厢。沈曼曼看了眼自己手上的硬座，没错过孙苗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大家都是坐票吗？坐票，拿来我看看。看到一层6个人，只有沈曼曼一人是坐票，其他几人都是硬卧票。方恒的脸色更难看了，看向孙苗的眼神带着审视。怎么搞的？沈曼曼的票为什么是坐票？2天1夜呢？你就让她坐着去。这个时候的硬座火车人流量大得可怕，而且还常常有人带活禽家畜，整个车厢拥挤不堪，又臭又脏，治安也不好，还常常有扒手出没。可是没票了啊，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就是这般办的？2天1夜的硬座，她一个女同志能受得了吗？车票都是提前买好的，这么多天你也没说到火车站给她问问补个票。上一世也是如此，孙苗将沈曼曼拉到一边，说自己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只能先委屈沈曼曼，等上了车，他们再轮流休息。沈曼曼体谅他的不易，没有声张此事，便独自去了硬座的车厢，生生熬了2天，腰都要断了，还遇上了咸猪手，又怕又怒又委屈。可那时的他并没有钱去补一张卧票，而孙苗直到下车也不见人影。沈曼曼，你别生气，我没想到这火车票这么紧俏，我今天早来了，想给你补一张硬卧的票，可是一直都没有票。这样吧，我跟你换。好呀，本来也是你工作失误，放心，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下次你办事可要周全些才好。沈曼曼已经伸手去扯他手中的车票，孙苗像是才反应过来，猛地缩回手。不行，不行，那你刚才还说跟我换，感情是说着玩的，笃定我不会跟你换，你可真是虚伪啊！旁观的知青也发出阵阵嗤笑，孙苗被这样的目光刺得无地自容。没有硬卧，总有软卧吧？沈曼曼把你的介绍信给我，我去给你补票。不行，大家都是硬卧，他凭什么睡软卧？你用的是公价钱，不能这么挥霍。我自掏腰包给他，行了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了曼曼着想。对，软卧票又那么贵，他怎么能接受你这么贵的车票？对他名声不好。不必费心了，你我非亲非故，不能让你破费。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啊！别挤，别耽误时间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快走吧，等会儿误了车可就麻烦了。至于沈曼曼，先上车，位置的事一会说。孙苗终于顺了一口气，眼底的得意几乎藏不住。他可不信沈曼曼有钱补软卧票，不过是逞强嘴硬。沈曼曼补了软卧的票，刚找到自己的铺位，火车就启动了。小心，不会这么倒霉吧？好巧。顾长庚低头看了眼他的行李，并没有想跟他搭话的意思，冷淡的应了声，绕过他，接着往前面走去。倒是他身后的4个士兵眼底闪烁着八卦之光，不着痕迹地打量了沈曼曼好几眼，互相交换着眼神，害羞地朝沈曼曼笑笑。沈曼曼掏出水壶，喝了一口空间里带出来的泉水，走了一早上的疲乏瞬间消散了许多。空间的泉水不仅能解乏，还能增强体质。总觉得自己的力气似乎大了不少，要是现在再给王宝珠一棒槌，肯定一下就能把他脑袋打开花。真想找个机会试试。沈曼曼舒服地靠在枕头上，闭目养神，意识早就进空间种地了。这个空间不能带活物进来，没法养些小鸡小鸭。可是沈曼曼并不觉得惋惜，毕竟有机会重来一世，还能拥有这样一个空间宝贝，已经是天大运道了。土地才耕了一小块，便觉得头晕眼花，四肢乏力。沈曼曼慌忙从空间退了出来，一睁眼便瞧见顾长庚站在自己的床前，半身着手，皱着眉头看着自己。沈曼曼吓了一跳，对方的眼神太过锋利，好似能看破一切，让自己总有种被抓包的心虚感。你脸色很差，生病了？没有，就是这2天没睡好，休息一会就好了。隔壁车厢探出2颗脑袋，目光灼灼地盯着沈曼曼，眼神在2人身上来回游离，就差把八卦2个字写在脸上。顾长庚的目光冷冷地扫了过去，他2颗人头瞬间缩了回去。我的下巴都撞歪了，大牛你瞎呀！喝点热水。沈曼曼连忙拒绝，想起上次他给自己送粥的饭盒还在自己这里。这人虽然长得凶，倒是个热心肠的，真不愧是人民解放军。不用了，我带水壶了。顾长庚点点头，接过水壶。沈曼曼还愣愣的回不了神，他已经接好一壶热水放在了小桌上，连一个多余的眼神也没有给他。此时王爱华母女俩正拿着知青办给的下乡通知抱头痛哭，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最近这接二连三的倒霉事都是沈曼曼带来的。看他平时唯唯诺诺，没想到竟在这儿憋着坏呢。这一刻王爱华真气得呕血，只恨自己没早掐死沈曼曼这个祸害，竟让他跑了。怒气上涌，王爱华一头栽倒在地。民警也十分重视，再次将小院里外检查一遍，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一定是沈曼曼，除了她没有其他人了。我昨晚去了同学家过夜，根本就没回来，肯定是她就见不得我好，自己要下乡，还要捎带上我，还把家里的东西都卷跑了。哼，明明是你们这娘俩不做人，本来就该是王宝珠下乡。再说沈曼曼走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了，身上干干净净，就背了一个小挎包，啥也没带。你们嘴上也积点德吧，这么欺负人家小姑娘，就不怕沈曼曼她爸晚上来找你们算账？沈曼曼重生归来，先给继妹也报名下乡，再卖工作卖房子，然后带着1万元存款下乡了。临走时，他把家里所有东西收进空间。时隔2天，家里又被搬空。王宝珠正在向帽子叔叔指控沈曼曼没有证据属于诬告，诬告你知道吗？就算当事人不在，你们也不能这么败坏他的名声。这件事我估摸着应该是你们在外头得罪了什么人，对方故意来报复的。我们能得罪谁？除了沈曼曼，还能有谁比他更恨我们？就是他。哎呀，你口口声声赖人家沈曼曼，你倒是说说看，你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逼得他恨你们？王宝珠瞬间沉默了，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哎呦，刚好帽子同志也在，帮忙做个见证，我是来收房子的。
不错不错，腾的还挺干净的，刚好我家老大收拾收拾，买些家具就能入住了。王爱华激动地上前就想抢他的房产证，张美英身子灵活一闪，递到了帽子同志眼前。同志，你帮忙好好看看，我可不敢给他看，万一他使坏给我弄坏了，我上哪说理去？这房子的主人确实已经发生变更，现在是属于张美英同志的了。这房子谁卖给你的？笑话，自然是这儿原先的房主沈曼曼啊！你占着沈家的房子，把沈曼曼赶到杂物间住还不够，还让人家替你姑娘下乡，你根本就没打算让她回来，不就是打着这房子的主意吗？泥人还有3分脾性呢，哪能任你这么欺负？给你3天，赶紧给我搬出去，否则我就去派出所告你强占他人房产。再告诉你一声，你赶紧让王宝珠乖乖下乡吧。你也别指望让他顶替沈曼曼的工作，他走之前已经将工作卖给我侄女了。张美英话没说完，王爱华两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而此刻，沈曼曼正抱着热乎的饭盒，吃得正香。甜甜的手艺可真不赖，这五花肉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弹牙，肥而不腻，浓稠鲜亮的酱汁拌上香甜的大米饭，实在是香得过分。车厢内进来一对中年夫妇，两人手里都抱着个襁褓。那妇女坐下后，当着沈曼曼的面解开上衣，给怀中的孩子喂奶。不多时，那妇女怀中的小孩吃饱了，又香甜的睡了过去。可过了许久，也不见那女人给第二个孩子喂奶。那孩子已经哭得有些抽抽了，虽然声音不大，可听着实在揪心。同志，那孩子一直哭，是不是饿了？哼，我孩子饿没饿？我当妈的能不知道吗？还要你多嘴，你个黄毛丫头，管得倒宽。他的音调不小，引来隔壁探头张望。在瞧见隔壁的军绿色身影时，那妇人明显一愣，瞬间收敛了声音。快给他吃2口，哭得人心烦，没看到影响到别人休息了吗？别哭了，讨债鬼一样。只见那妇人从挎包里掏出奶瓶和一袋米糊，随便冲泡了一番，就往孩子嘴里兑。这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躲闪的眼神，特别是看着他用来冲泡的米糊的水，竟连一丝热气都没有，心下怀疑更甚。唉，算了，还是早点休息吧，眼不见心不烦。眼下沈曼曼只以为是对方重男轻女，隔壁床的小娃娃一直哭哭啼啼个没完，那妇人抱着爱哭的孩子来来回回的在车上晃悠。沈曼曼也睡得不安稳，迷迷糊糊间竟然梦到了前世的事儿。此时已经是半夜1点，趁着昏暗的过道灯，他抬头打量对面上铺的男子，看不清容貌，正巧他垂下了一只左手，赫然缺了半截小拇指。竟然真的是他！前世沈曼曼有次正脱开王麻子的束缚，去厨房抢了把菜刀，可惜没能嘎了那个人渣。王麻子一怒之下便联系了一个叫周哥的人，打算以200的价格将自己卖掉。可那时自己已经被打瘸了一条腿，鲜血糊了半张脸。周哥嫌晦气，不仅没要，还收了王麻子50元定金，说是下次帮他带个好生养的女娃子。沈曼曼站起身来，她不着痕迹地朝着那沉睡的孩子望去。大妹子在看什么？看你家娃娃啊，蛮乖巧的。对了，你们这是去哪？这年头像你这样舍得给媳妇孩子买软卧的男人真是少见。那中年男子的脸色好看了许多，他不着痕迹地在沈曼曼身上扫过一圈，带着几分看货品的意味。我带着媳妇孩子回娘家探亲，是我家孩子吵得你休息了吗？大妹子，你这是去哪？没事，我是去黑省下乡的知青。对了，我要去接点热水，帮你们也打一壶吧。那怎么好意思，大妹子，我跟你一起去吧。去什么去？没事干，哄哄你闺女。没听见她都嚎了一晚上吗？嗓子都哑了，也不见你心疼。沈曼曼好脾气的笑笑，拎着2个水壶往车厢的另一头走去。昏暗的列车灯光下，几个小兵呼噜声震天。沈曼曼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叫醒顾长庚，下一刻就察觉到身后有道冷冷的视线盯着自己。沈曼曼蹲下身子，将鞋带重新系好，很快又站起身来，往2个车厢相连处走去。当家的，咱们下一站就下车，我心里最得慌，预感不太好。阿凤怕什么？咱们出了这么多趟货，哪次不是平安到达？再说这次买家给的价格又高，要的又急，我们现在下车再转车就赶不上交货了。有你和闺女做掩护，咱们一口咬死这2个孩子都是亲生的，谁能查得出来？那能一样吗？之前车上有这么多军人吗？还有那个小知青，探头探脑的，一看就没憋好屁。那老子还不是心疼你和咱闺女，要我说趁着灯下黑，咱就干票大的。这几天上头不是正缺这样的新鲜货吗？走一趟出俩货，咱这趟软卧买的也算值了。不行，风险太大了，一个不好咱们全家都要折进去。你听我的，这姑娘成色好，又是个有文化的知青，要是能弄到手，转手至少也能卖1000块。再说刚才你没闻到红烧肉的味吗？你再看看她的行李，她家条件一定不错，估计身上带着不少钱和票子。只要冒险干了这一笔，不仅能卖个好价，反手还能从她家里再捞上一笔，加上她身上的钱财，这可是一举3得。这些钱足够咱们安定下来，开个小店，安稳余生了。那妇人纠结了一瞬，眼底闪过贪婪之色，看了看怀中已经睡着的孩子，终是下定决心，点了点头。好，干了这票咱们就收手，这担惊受怕的日子老娘也不想过了。最近换季了，又到了全面大换新的时候，收拾屋子才发现攒了这么多全新的闲置，我就把它们全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
女孩在火车上遇到一对夫妇拐了一个婴儿，而旁边车厢就是几个兵哥哥。为了小孩的安全，她决定暗中向兵哥哥求助。沈曼曼从空间中掏出纸笔，写了几行字。路过顾长庚的床铺时，迅速将揉成一团的小纸条往顾长庚的床位一扔。军人的警戒心让顾长庚在外根本无法安睡。早在沈曼曼第一次路过过道时，他就有所感应，立刻准备下车。还没到站吧？哎呀，大妹子辛苦你了，你真是人美心善的好姑娘啊！我最近被这俩孩子闹得脾气不大好，你多见谅啊。那妇人不着痕迹地套着沈曼曼的话，沈曼曼也配合着，很快就营造出一个刚出社会单纯的、轻信的，但家境富裕的傻白甜的形象。这对夫妻相视一笑，决定等到原目的地再下车，顺便将这肥羊一并带下去。火车缓缓进站，列车员来查票，对着几人核实证件，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还羡慕那妇人一胎生两，运气好的惊人。沈长庚一群人也走到这里停住，似乎也对这龙凤胎很感兴趣。到站了，快走，晚了赶不上归队了。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走了？他是没看见我给的纸条吗？还是根本就不相信？那现在该怎么办？要是现在大喊一声抓人贩子，会有几个人相信我？会不会被他们倒打一耙，反而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见那几个军人下了车，周姓夫妻面上喜色更甚，对视一眼，当即一左一右的守着沈曼曼，当着列车员的面一口一个妹妹叫的亲热。随着列车再次启动，沈曼曼的一颗心落入了谷底，生出浓浓的无力感。明明知道眼前人是个杀千刀的人贩子，可偏偏自己却没有证据，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走，去祸害更多无辜的孩子？还有那个顾长庚，这么大的两个人贩子，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也没发现，干没用的东西。妹子干啥去？闹肚子。火车过道狭窄，迎面撞上个高大威猛的男子，沈曼曼侧身就想离开，忽然听见熟悉的嗓音，小心些。沈曼曼抬头便瞧见换了便装、改头换面、重新上车的顾长庚。妹子，我跟你真是越聊越投机，见到你比见着我亲妹子还亲呢。不了，我最近有点上火，瓜子吃多了冒痘，我还是喝水吧。那快喝吧。沈曼曼假意没看见他们的小动作，瞄了一眼瓶口上些许的白色粉末，喝了2口水，实际上全倒在空间里，不过是沾沾嘴皮。这下可太好了，这帮不开眼的竟然还想拐了自己，总算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人贩子了，也不用面对那个顾长庚的审问了，真是铁证如山啊。大妹子，你是不是困了？有点晕，估计熬夜熬得太久有点虚。大姐，我先睡会儿。好，大妹子你好好休息啊，大姐不吵你了。这么轻，下乡插队怎么就带这么少的东西？轻就对了，那肯定是带了很多钱票，打算到了地方再置办东西。咱们这次可赚大发了。收拾收拾，马上就到站了，接应我们的人就到了。甩了手里的小崽子，加上这次的新货，咱们赚大发了。很快随着一声鸣笛，列车缓缓停靠在车站上，赶紧下车。顾长庚看着被搀扶下车的沈曼曼也是愣了一下，刚才还对沈曼曼纸条上的内容有些怀疑。列车员仔细检查过周老三他们的证件，并没有问题，但现在看沈曼曼耷拉着脑袋，很明显是被迷晕了。没想到这两人竟然这么胆大，在这种时候还敢对下乡知青下手。这沈曼曼明明知道他们是人贩子，竟然还如此不设防，着了道。突然瞧见沈曼曼垂在身侧手掌微微动了动，这小姑娘竟然趁着2名人贩子着急下车的时候，对着他们的方向偷偷勾了勾手指。同行隐藏的小兵也是瞪大双眼，却死压住笑意，抿住双唇。这个小知青实在太有意思了，胆子也大得出奇。三哥，咋地还有一个？我的天爷啊！看这身段，大姑娘赚大发了。还不闭嘴，这里人多眼杂，赶紧走。好嘞好嘞，我早就已经套好牛车，买家就等着你们了。顾长庚几人远远地跟着他们，直到这几人远离人群，七拐八拐钻进胡同，来到一处不起眼的破旧仓房，四处张望一番，扣了扣门。别又要傻了，坏了我的名声。王哥放心，这次我们小心得很，药量很小，绝对不会有问题。赶紧给买家送去。女孩为了救被拐婴儿，假装被药晕，被人贩子带走，而兵哥哥就在身后不远不近的跟着，势必要一举歼灭犯罪团伙。王哥，你看看落单的知青从苏市前往黑省的，嘿嘿，被我半路截胡了。你放心，绝对的安全，有长相有学历，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我只要这个数，这1500我可真不多要，只要你一转手，她身价还不翻几番。最近有人出高价定了个高学历的姑娘，这丫头正合适。看这小身板，一看就不是好生养的，只怕我要砸自己手里了。1000。王哥，你这价格可不公道。顾长庚已经派蒋欣前往当地的派出所报案，请人来支援。线下十分担心沈曼曼的情况，但他们也不敢贸然靠近，一怕打草惊蛇让这群人贩子跑了，二怕这里还有其他被拐的妇女儿童，单凭自己几人不足以保护这群人的安全。就在这时门打开，那个街头的男子抱着襁褓，行色匆匆，明显要将这孩子送去交易地点。于铁暗中跟上，务必保证孩子安全，留下记号，方便我们的人赶去支援。曾学兵在这守着，别让人跑了。李大牛跟我走。看在你拖家带口跑这一趟也不容易的份上，我多加200。你要同意人留下，不行你就带走吧。行，那就1200。王哥立刻吩咐身后的小弟去取钱。这时仓房内传来一声惨叫，声音不大，
像是被捂住了嘴。周老三等人见怪不怪，低着头数着手里的大团结。不多时，一个同伙拎着一个6、7岁的小孩扔到众人面前。这小兔崽子还挺厉害，竟然从地窖的通风口跑出来了，差点让他逃了。那还等什么？打残了扔出去讨点钱回来，我可不养闲人。沈曼曼意识刚刚回笼，就听见这话，吓得头皮发麻。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跑了，饶了我。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命不好。你要是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能给你找户好人家做个童养媳。可惜你这个年纪的男童已经记事了，又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根本没人要。沈曼曼紧紧扣住自己的掌心，才能忍住不出声。听着那孩子绝望的呜咽，想到自己前世的境遇，心里满是恨意。顾长庚和李大牛悄无声息地趴着土墙，将里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眼瞅着那名叫小六子的同伙掐着男童后颈，王哥把玩着冰冷的锥子，已经对准了男童的瞳孔。沈曼曼紧绷着身体，水果刀被手中的冷汗浸湿，正准备一跃而起。住手！沈曼曼瞬间泄了力气，继续装死。快跑，有条子，快跑！顾长庚和李大牛从土墙一跃而下，碗口大的拳头朝着王哥猛击过去。王哥反应很快，就地一滚，拉过身旁的小六子挡在身前，迅速翻墙逃走。周老三拉着自己的媳妇就跑，可罗凤抱着孩子跑得慢了些，很快就被李大牛摁倒在地，孩子也被吓得哇哇大哭。当家的别管我，快跑！罗凤挣扎的厉害，李大牛害怕误伤了他怀中的孩子，狠狠一个肘击，夫妇人便晕了过去。周老三只犹豫一瞬，便放弃逃跑，掏出怀中的短刀朝李大牛刺了过去。幸好顾长庚及时制服小六子，一脚踹翻周老三。周老三见跑不掉，一个俯冲，将藏在角落的男童抓在手里，高举手中短刀抵着他的脖子。别过来，都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弄死他！别冲动，你拐卖小孩和故意嘎人的罪名可不一样，你可要掂量清楚。妈的，都给我退后，退后！都他妈要踩缝纫机了，我还管这个？周老三小三角眼直勾勾地打量着四周，寻找撤退的线路。你退后，立刻退后，不然我立刻嘎了他！此时男童已经被吓得眼神呆滞，毫无反应。顾长庚只能被迫退了几米，紧紧盯着他胡乱挥舞的短刀和被挟持的孩子。你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怎么还能做出这个丧尽天良的事？就不怕遭报应吗？怕我怕个锤子！我告诉你，老子也不想沾上人命，是你们逼我的。本来做完这单，我就可以和我婆娘金盆。沈曼曼将藏在身后的水果刀换成洗衣棒槌，悄无声息地从地上爬起，用尽全身力气对着周老三的脑袋狠狠砸去。洗你个大头鬼啊！你个傻！周老三脖子伸得老长，摇晃了几下，一头栽倒在地。沈曼曼像是陷入魔怔，眼前周老三的身影和前世行凶的王麻子重合在一起，滔天恨意像是有了发泄的出口。他抡起洗衣棒槌，狠狠的一下又一下死硬砸在他的身上，眼底猩红，满是暴力。赶来支援的同志刚巧闯进门来，惊悚地目睹了眼前一幕。顾长庚第一时间注意到沈曼曼的异常，他将手中的孩子交给李大牛，一把握住沈曼曼的手腕。够了，沈曼曼，别打了，你已经安全了。冷漠森严的嗓音听上去毫无起伏，可却奇异地将沈曼曼从上辈子的噩梦中揪了回来。沈曼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手死死握着棒槌，一手紧紧拽住顾长庚，抬头看着他。明明是同样狠厉的面容，却意外地给足了他安全感，积攒了两世的情绪，在这一刻倾泻而出。你怎么才来？一旁的小男孩也才回过神，跟着哇哇大哭。我要找妈妈，我要妈妈，妈妈！连带着从地窖中救出来的4个孩子也闹了起来，一时间整个小院都是此起彼伏的哭嚎声。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害你陷入危险，吓着你了，实在抱歉。沈曼曼慌忙摇头，正想说些什么缓解尴尬，就听见熟悉的审问。不过他们刚上车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人贩子的？怎么确定哪个孩子是被拐来的？你手里的棒槌又从哪来的？沈曼曼吓得一激灵，什么尴尬的情绪都没了，刚才光想着救人了，倒忘了眼前这个眼神毒辣锐利。沈曼曼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叫起来。啊！吓死我了！幸好刚才在墙角捡到这个洗衣棒槌，不然就帮不上你们忙了。哎呀，我太害怕了，下手也没个轻重，不会把他打死了吧？我也不是故意的。憨块头李大牛立刻上前摸了摸周老三的鼻息，扒拉他的头发，检查一番。死是死不了，但脑震荡应该跑不了了。妹子，要不是你出手，我们也不能及时救下这个小娃娃，我们还要谢谢你呢。你做得很好，要不是最先发现他们的异常，我们也不能捣毁这么大一个人贩子窝点。那我算不算立了大功？当然。那可以派个人或是写封信给我下乡的大队说明情况吗？你知道的，我是下乡的知青，本来按照时间今晚就该到达知青点，现在搞成这样，我肯定没法按时到达，说不定还会被人恶意编排，我怕给大队落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这个没问题。对哦，你是下乡的知青，那其他知青呢？你们不该在一块吗？沈曼曼毫不犹豫地将买票风波说了一遍，前世她嘴笨，什么委屈都藏在心里，这一世她绝不会替孙苗遮掩。这小姑娘可不是个会吃亏的主，年坏的，就是这胆子时大时小，看上去还藏着不少秘密。太过分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呢！6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坐票，这不是故意针对吗？没事，反正我也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再说，我要不是给自己买了软卧车票，又怎么会遇上这样的事？抓住这群该死的人贩子，也算做了一件大好事。
当然，你们要是能给我写个表扬信，或是送个锦旗到我下乡的支队表彰一下，我就更好了。众人被小姑娘的直白坦诚逗笑了。行，我们一定帮你争取。抱着襁褓的中年夫妇一上车，女孩就认定他们是人贩子，只因他是重生的，而那个中年男人就是他上辈子遇到的人贩子。女孩以自身为饵，最终帮助帽子同志将这些人贩子一锅端了。沈曼曼在当地的派出所录了口供，因为涉及孩童之多，跨多个省份的这个案件得到了高度重视。干得好啊，小同志，以身为饵，有勇有谋，实在是了不起。你放心，等这案件彻底结案，我亲自写一封表扬信送到你们大队，还会给你们大队的颁发锦旗。在这个把名誉和荣誉看得很重的年代，能得到上头亲自送的锦旗和表扬信，不仅是对个人的嘉奖，更是整个大队的荣誉，甚至在年底评选先进大队时，也会纳入考核的加分项。您过奖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夜里凉，都把外套穿上。黑省的天气就是这样，你们慢慢就习惯了。怎么还没看见沈曼曼同志？说来也怪，这2天他在坐票车厢内找了几次，都没瞧见他人影，心下难免生出几分担忧，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前往其他公社的知青早就点好名离开了，来接人的大队长和其他知青也等得十分不耐烦。怎么搞的？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怎么还少了一个人呢？孙苗也有些慌，这是真要论起来，和他脱不了关系。沈曼曼同志一直娇生惯养，没吃过苦，之前也跟我说了好几次，他不想下乡，说不定是害怕学农教育太辛苦，所以半路跑了。你别胡说，沈曼曼不是这样的人。会不会遇上了人贩子？出门前我妈就交代了，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千万别落单。人贩子专门挑年轻的落单小姑娘下手。沈知青长得又好看。你是怎么带队的？咋能让一个女同志落单？要是真出了个意外咋办？看着天色已经晚了，何大志越发惆怅。行嘞，方，那个方恒是吧？你和二强子留下来打听消息，实在找不到就报警吧。我带着这帮人先回村安顿。拖拉机突突突的开在乡间的小路上，颠簸了整整1个多小时，这群人总算到了何家村。都拿好行李，沿着小道再走半个多小时就到知青点了。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到晒谷场子集合，马上就要秋收了。走过去，你没开玩笑吧？我们还带着行李呢。何大志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眼天色，他还着急去还拖拉机，可没空和这帮人磨叽。哦，那你就多跑2趟，或者去知青点找人帮帮忙。孙苗还想说什么，何大志已经重新发动了拖拉机，回应他的只有拖拉机冒出的浓浓黑烟和突突突的噪声。都是新来的同志吧？快进来，快进来！男知青住左边院子，女知青在右边。天已经晚了，灶上还留了些热水，赶紧收拾收拾睡吧。有什么事明早再说。发话的是知青点的老大哥陈解放，他已经在何家村待了近4年了，对这些知青要哭不哭的神情见怪不怪，吩咐了几句就转身回屋了。这才哪到哪呢？往后想哭的日子还多着呢。沈同志，早上好呀！队长他们还有任务在身，就不跟我们一起走了。我要先回队里复命，顺路送你回去。沈曼曼眼神一亮，一想到顾长庚那总是带着淡淡审视的目光，他就忍不住心虚害怕，好似被他看穿。还好还好，他先走了，麻烦李大哥了。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能收拾好。不急不急，沈同志你慢慢收拾，我在门口等着。沈同志这么乖，笑起来跟小仙女一样，哪里就可疑了。营长还让我小心盯着。沈曼曼慢条斯理地收拾好行李，她要将下乡要用的东西放到明面上。沈曼曼随着李大牛再次上了绿皮火车，她将上一世在知青点发生的事又过了一遍，很快便理清了思路。上一世自己因为体弱又舟车劳顿，一到知青点就病倒了，偏偏胆子怯懦，又听了孙苗的话，怕给大队添麻烦，一直强忍着没说，却落了个偷奸耍滑、故意装病躲懒的坏名声。孙苗却主动站出来帮忙分担了属于自己的活，不但获得了自己的感激和信任，还在何家村的村干部面前和知青点里都刷足了好感。可如今自己在火车上失踪，没有按时到知青点报道，只怕又会生出新的流言蜚语。班长，顾营长吩咐我来接。嗨，接啥？我和大老苏不就受了点轻伤，那值得你们派专车来接我？不是来接你的，顾营长说让我来接一位姓沈的知青，送他去何家村大队报道。嘿嘿，都一样都一样。那行，咱们先送了沈同志，再一起归队。军绿色的吉普车在乡间的道路上格外扎眼，李大牛更是不顾沈曼曼的拒绝，直接将人送到了何家村大队大志的面前。生怕沈曼曼同志因为报道晚了而落下不好的印象，李大牛特意将事情的经过挑拣了一些说了一遍。好好好，沈知青真是好样的，这回可给我们大队争光了。你放心，今后在知青点遇上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对了，这是我媳妇卢翠英，你们女知青有困难也可以跟她说。谢谢何叔，谢谢何婶子，我初来乍到，还请你们多多关照。不过眼下还真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们，我晚到的原因能不能先帮我保密，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哎呦，这是为啥啊？你做的都是好事，咋还不让人说了呢？
婶子，你不知道，这群人贩子无恶不作，都是团伙作案，还有些犯罪分子流窜在外。这件事毕竟还没结案，咱们要是大咧咧的传出去，若是被这帮坏人得了风声，我遭报复是小，可耽误了帽子同志抓人可就是大了。所以在结案之前，还是要先保密的。还是沈知青考虑的周到。行，这事我们先也不对外说。又嘱咐了几句，何大志叫来自己的儿子何壮，送沈漫漫到知青点。本期由神奇的咸鱼 APP 官方赞助，省钱神券推荐神奇的咸鱼 APP。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经常在闲鱼用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沈漫漫只是晚了一天到知青点报道，可其他知青却异常震惊，只因老知青们早就在孙淼口中得知沈漫漫吃不了苦，竟然在半路溜了。可眼下他却言笑晏晏地站在知青大院门口，大大方方地和众人打着招呼，看上去比前几天气色更好。你怎么来了？孙苗同志，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我是知青啊，不在这儿，那应该在哪儿？我这不是担心你吗？你说你好端端的忽然就不见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生怕你遇上危险。你快说说，你这2天干什么去了？明明大家伙一块上的车，怎么下车你就不见了？是不是遇上坏人了？别怕，我带你去报警。孙苗欲言又止，话里话外都在往不好的方向带。漫漫，你别怕，你要是真的被人欺负去了，我陪你去报警，一定让帽子同志帮你讨回公道。孙苗，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你又不是瞎了，沈漫漫同志这模样哪里像被人欺负了？你这话说的好像巴不得他出什么意外。沈漫漫很是意外，帮他说话的竟然是从未有过交集的江媛媛。没有，怎么会呢？找什么帽子叔叔啊？沈姐姐就是帽子叔叔亲自送回来的呢。何壮挠挠后脑勺，总觉得这知青点的氛围有些奇怪。什么？帽子同志亲自送回来的？对啊，帽子同志开着大大的车子，亲自送沈姐姐回来的。俺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铁疙瘩呢，啥时候俺也能上去坐坐就好了。孙苗眼底的狂喜几乎藏不住，却还要强装伤心。漫漫，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呜，我是真的担心你。你放心，大家都是好同志，绝不会到处乱传。谢谢你帮姐姐拿行李，天要黑了，你快回去吧，晚了也不安全。好，沈姐姐再见。漫漫，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帽子同志怎么会送你回来？你跟我说，到底是因为？当然是因为你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负责买票，别人都是硬卧，只有我是硬座，你害得我一个人落单，遇上麻烦，幸好遇上帽子同志，好心送我回来，不过也耽误了些时间。你是故意针对我吗？为什么？啊，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故意针对我？我没有。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问？一直引导大家往不好的方面想。我没有，就是担心你。呜，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我真的是担心你，怕你受了欺负。买票的事真的是个意外，火车票有多紧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真的尽力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打我骂我吧。孙苗哭得梨花带雨，瞬间显得沈漫漫咄咄逼人。方恒站起身来，他们都是下乡的知青，更应该拧成一股麻绳。他不希望大家一来就闹得不可开交，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如今见沈漫漫好好的站在这儿，他也就放心了。沈漫漫，你平安回来就好。孙同志也是担心你才口不择言，你别生气了。对了，你吃饭了吗？我那还有点饼干，你先垫垫肚子。哭丧啊！一天天的戏真多。众人像是被点醒了一般，也终于发觉孙苗身上淡淡的违和感从哪来了。从沈漫漫进来到现在，他一直自说自话，又哭又道歉，嘴上说着担心，可和大家聊天时，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沈漫漫吃不了苦，自己偷偷跑了。孙苗再次在心里将这个和自己不对付的毒舌男骂了800遍。漫漫，你相信我，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是最好的朋友，我又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我怎么会故意？最好的朋友，亲妹妹，行啊，既然拿我当亲妹妹，我就有话直说了。麻烦姐姐，你先把这些年从我这借走的钱和东西还回来吧。你也知道，自从我爸爸死了以后，我在我继母手下的日子可不好过。以前我不在乎那点东西，可现在下乡了，村里日子缺衣少食的，我确实需要。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东西？咱们是好姐妹，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不是常事吗？漫漫，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从没向你借过东西，一次也没有。你家是什么条件？需要我现在明说吗？孙苗本想争辩几句，可又怕沈漫漫会不管不顾地揭开自己的老底。孙苗又恨又怒，脸色铁青。行，我是借用了你一点东西，平日太忙了，一时疏忽，并不是有意不还的。你说吧，我现在就还你。这些年从沈漫漫那借的东西又多又杂，大多数还是在沈父去世前，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能一一记下来不成？只要咬死不认。却见沈漫漫不慌不忙地从自己的小挎包里掏出一本略微发黄的笔记本，孙苗心头猛地涌起不好的预感。1972年3月1日，借孙苗姐3角钱；1972年3月6日，借孙苗姐一双新手套；1972年3月10日，借孙苗姐一支钢笔；1972年3月28日，借孙苗姐花头绳一根；1972年4月2日，借孙苗姐2角钱；1972年4月4日，借孙苗姐5分钱买汽水；1972年4月6日。你闭嘴！真没想到这小贱人看上去软糯可欺，暗地里竟然这么防着我。
孙苗慌乱地伸手去抢沈曼曼的本子，沈曼曼往后一躲，直接塞进方恒手里。你帮我看看，这本子挺重要的，是我父亲送我的礼物，我专门用来记账的，回头我还有用。你是我们的队长，我信你。你说说看，我该不该要回这笔账？我昨天已经认真算过了，孙苗这些年在我这借走的现金一共是46块8毛6分，还有其他的头绳、钢笔、手套、围巾、水壶，本子零零碎碎的，折合成钱至少也有40-50块。我现在只要求他还我80元钱，这不过分吧？大家若是不相信，都可以来看看，这账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李志强和几个自然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知青兴奋地凑过头去，认真地看了过去。随着本子的翻阅，看向孙苗的眼神越发古怪。你沈曼曼，我真是看错你了，我把你当姐妹，没想到你竟然这般斤斤计较。哼，我父母只生了我一个，我可没有什么多余的姐姐妹妹。再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怎么你这是打算赖账了？孙苗额上冷汗淋漓，他拿了沈曼曼多少东西，他自然清楚。沈父在世时对沈曼曼的疼宠，整个大院都是有目共睹，不然这些年他也不会明明看不惯沈曼曼，却依旧扒着他，就是因为他豪红手松，每次在他面前掉2滴眼泪，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就能从他那里捞些好处，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不行，我不能让沈曼曼坏了名声，更不能让这件事情再发酵下去。哎呦，我的天爷啊！沈曼曼同志，你可真是个冤大头啊！孙同志，你就是薅羊毛也不能带着一个人薅啊！还好沈曼曼同志还知道记个账，不然上哪说理去？够了，沈曼曼，这钱我现在就还你，这账也没必要再看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没有你好，是我看错你了，是我把感情看得太重。算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也不要后悔。这世上的感情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还钱80元。孙苗没打完的感情牌哽在喉咙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他呜咽着从自己荷包中掏出一把零钱，摔在了凳子上，哭着跑了出去。沈曼曼嗤笑着欣赏着孙苗狼狈逃窜的背影，当着众人的面点了点钱，果然1分不多1分不少。哎呀，面子什么的哪有钞票香？要知道知青下乡的补贴也才60元，孙苗家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根本就不会给他多少生活费。当年要不是爸爸暗中资助，只怕孙苗小学刚毕业就要辍学了。沈曼曼刚才是故意将账本给方恒的，他笃定孙苗为了方恒这条大鱼，为了保住自己的清高人设，就一定会忍痛咬牙认下这些账，将钱还了。他太了解孙苗了。喂，你还没吃晚饭吧？要不要吃点？前世自己和江圆圆只是点头之交，只知道他家境殷实，脾气却不太好。孙苗暗地里可没少和自己抱怨他，说他眼高于顶，为人自私冷漠。沈曼曼轻笑，能看破孙苗本质，让他吃瘪的人，他都喜欢。那怎么好意思？不如你也尝尝我带的肉包，还热乎呢。江圆圆看着眼睛都直了，他并不缺钱，可这鬼地方有钱也没地方花啊。谢谢。两人坐在瓦房内简陋的条凳上，就着热水，一口一口的吃着肉包，一天的疲惫都在美食的抚慰下烟消云散。那个孙苗，你还是小心些，你还没到知青点的时候，他就和别人说你是吃不了下乡的苦，逃走了。大队长因此对你很不满，还有几个村干部说等你到了要好好批斗一番。我之前以为你是个蠢的，不过看你今天这样子，也不是个能吃亏的，倒是我瞎操心了。女孩明明是刚下乡的知青，可干农活的进度远超同期知青，就连老知青也被她远远甩在身后。江圆圆看着沈曼曼的装备，忍不住露出艳羡的神色，犹豫再三，还是趁着沈曼曼休息的间隙开口询问：沈曼曼，你这手套还有多余的吗？我不白要，我用东西跟你换，或是等到我下次去镇上买东西，我再买双新的还你。沈曼曼轻笑，当下在小挎包里翻了翻，实际上是在空间中又取出了一双新的手套，看着江圆圆白嫩的脸颊，又掏出一块面巾。行啊，草帽我只有1顶不能借你，不过这还有一块新的面巾，可以挡挡太阳，你需要吗？需要，太需要了，真是谢谢你了，你想的可真周全。孙苗面色惨白，眼底泛着乌青，一副无精打采、摇摇欲坠的模样。他委屈巴巴地看着沈曼曼，试图唤醒昔日的姐妹之情。江圆圆扫了他一眼，下意识地绕开了他。这个孙苗同志心眼有点多，他可不傻，只是没翻到自己头上，自然懒得搭理他。而沈曼曼一个眼神也没有给他，喝了2口灵泉水，又一头扎进田里，干得起劲，很快就远远甩开了众人一大截。村干部前来巡视时，看到躲在树荫下的孙苗，心生不满。这个女知青是怎么回事？怎么在这儿躲懒？我早上没吃早饭的，现在有点头晕，可能还有点中暑。本以为会收获一波关心，他还要顺便告上一状，是沈曼曼等人故意针对自己，故意不叫自己起床，不给自己留饭。可村干部们根本不关心这个，只是拿出本子，不知道在上面记录了什么，转身接着往前走了。江知青，你看我下乡来的匆忙，东西准备的也不齐全，今天确实也不舒服，你的手套能不能先借我用用？我保证我很快能干完活还你。不借。很快在众人不可思议目光下，沈曼曼提前完成了今天的工作，潇洒地跳上了田埂，刚想走，就听见孙苗殷切地唤着自己：曼曼，曼曼。沈曼曼不想搭理他，继续往前走，可孙苗却3两步追了上来，一把扯住他的小挎包。我钱都还你了，你怎么还生气？之前是我没有分寸，我以后会注意的。我知道你是因为工作被顶替，还要替继妹下乡，所以一直气不顺，可我是无辜的啊，你可别把气撒我头上啊。
这群知青中，你和我是一起长大的，难道我们不该互帮互助吗？哼，好啦，我都不气你昨天让我下不来台，丢了那么大的脸，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不如直说，没事别挡我的道。你看你都忙完了，能不能帮帮我？我昨天没睡好，今天连早饭也没来得及吃，现在还有些晕晕乎乎的，估计是中暑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总不能……不能，让开！沈曼曼简直被气笑了，之前竟然没发现孙苗是个脸皮如此之厚的人。那你把你的草帽和手套借我用用总行了吧？做人可不能这么自私，看着同志需要帮助却视而不见。沈曼曼看着他，忽然笑出了声，自己以前是有多蠢，竟然会被这样的人哄得团团转。每次他总是先提出一个让自己很为难的要求，在自己拒绝后，立刻又提出一个相对没有那么为难的要求，让自己不好拒绝。真是好心机，可惜我如今已经看透了他这副清秀外表下藏着的是令人作呕的黑心烂肺。沈曼曼一把拽过自己的小挎包，孙苗眼神一闪，柔弱的一个趔趄，竟摔倒在田埂上。你们在干什么？大老远就看见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活干完了吗？那个沈知青可真不像话，没看见大家都忙着吗？自己干的活轻松，忙完了也不知道帮帮别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怎么这么自私？丝毫没有集体荣誉感就算了，还小气的要命。别人只是问你借草帽手套，你自己都用完了，为什么不借？真是给我们知青抹黑。孙苗像是瞬间找到同盟，双眸含泪，委委屈屈的在方恒的搀扶下站了起来。美娟姐，你别误会，曼曼自幼丧母，沈叔叔宠她宠得太过，所以她性子有些自我。什么有些自我？说白了不就是自私？你看看她遮得严严实实，除了草帽还要戴手套，哪有半分吃苦耐劳样子？我看就是缺乏教育，就该让她。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还没。就这点活，墨迹一天还没干完，还有空去说别人？人家小沈知青昨天刚下乡，今天第一天下地干活，你看看人家就干得又快又好。你呢，都下乡1年了，你看看你干的活，你还有脸说别人？今天这片地你要是干不完，我看你这工分也别想要了。蔡美娟瞬间消停，委屈的低头干活去了。都是我不好，我连着2顿没吃饭，头也晕得很，可能是中暑了，也是我不对。沈曼曼脾气急，我不该。给呀，你这个女知青，你也不要说那么多废话。你是瞎了吗？连庄稼和杂草都分不清？你看看这庄稼给你糟践成什么样？你说你6岁的不3岁的孩子都干得比你好。你今天没有工分，明天你就去扫牛棚吧，那也不晒，可别霍霍庄稼了。这劈头盖脸毫不客气的责骂，让孙苗羞得抬不起头，刚想辩解几句，何队长却头也不抬，气冲冲的走了。孙苗的眼泪这回是真的控制不住，啪嗒啪嗒的往下落。方恒皱眉，虽然孙苗有错，可沈曼曼此刻嘲笑实在过分，带着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的意味，偏偏一低头就看见他狡黠可爱的模样，训诫的话瞬间哽在喉咙里。怎么，你有话要说？没有，你回去路上小心些。哦。沈曼曼潇洒转身，只觉得方恒这嘱咐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又不是晚上，这里离知青点也就1里路，能有什么事？可孙苗却没错过方恒脸上的红晕，心头警铃大作，一时间嫉妒、愤怒、难堪涌上心头。自己主动下乡，一方面是因为家里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不下乡就等着被爹妈卖了换彩礼；另一方面，他是真的喜欢方恒，自己总要嫁人的，为什么不赌一把？方恒长得好，家世好，人品也好，可偏偏他对自己的示好无动于衷，可对沈曼曼却格外关注。都是我不好，给大家拖后腿了。还有曼曼，我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了，也想修复和他的关系，可他……没事，沈曼曼毕竟年龄还小，还有些小孩子脾气。女孩下乡第2天就想搬离知青点，只因她有空间医保，需要一个独立安全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也能远离那些让她讨厌的人。哎呀，小沈知青，你咋来了？确实有点事想问问何叔，我想从知青点里搬出来，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矩，会不会给叔添麻烦？是不够住，还是和别的知青闹矛盾了？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叔的眼睛。我实话说了吧，过几天我那继妹也要下乡来了，没意外的话，也是咱红旗公社何家村第1大队。继妹，怎么你和她不和？不是不和，是大仇。本来要下乡的就是我那继妹王宝珠，我继母要她顶替我的工作，将我赶到乡下，好霸占我家房产。我卖了工作房子下乡，顺便给我继妹也报名了，所以我们不仅不和，还是解不开的死仇，住在一起真的会出事。我想搬出来住，也是为了大队着想，免得闹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坏了大队的名声。罗大志和罗爱华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相互对视一眼，满满都是震惊。沈曼曼这短短几句话，信息量也太大了，真没想到这小姑娘看着娇滴滴、白净乖巧的，竟是个恩怨分明、敢做敢当的主。你说真的？那你这继母和继妹可不会放过你。没事，我继母没有介绍信来不了，我那继妹她要是敢来招惹我，我正好收拾她。沈曼曼这淡然霸气的模样，正对卢翠英的胃口。我看行，咱家老宅不是空着，让她住。沈曼曼没想到和婶子这么热情，可若是住进何队长老宅，难免被人说闲话，说不定还会给何队长带来麻烦。婶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不太方便。我来的时候看到离知青点不远，
村东头有一处砖房空置着，听说里面的人家举家搬到了城里，不如你帮我问问，我想租下来。我果然没看错，小沈知青是个拎得清的。好，那一会我打个电话帮你问问。你这丫头倒是消息灵通，大房子是老胡的，他去城里享儿孙福了，走时就舍不得他那房子，现在租给你也算有个进项。房子的事情敲定，沈曼曼默默地从小挎包中掏出一整条烟和半斤水果糖，放在了桌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何大志是差你这条烟，还是你觉得没整条烟我就不帮你租房子了？何叔，你别误会，我父母死得早，我就是看见你和婶子就觉得可亲可亲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你和婶子对我的照顾。再说我年轻什么都不懂，一来就给你们添乱了，等我回头自己搬出去住，没少要来麻烦你们，我是真的过意不去。这一番话说的情真意切，加上2颗泪珠，联想到他的身世，瞬间让何大志陷入内疚，自己刚才是不是太凶了？行了，收下吧，人家孩子也是一番好意，你看你把他吓的，以后遇上难事都不敢来了。你放心，以后遇上麻烦就来找婶子。走，婶子现在就带你去看房。行吧，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翠英，你带小沈去看看，缺点啥你就帮着置办下，也算抵了。还别说，你这眼光可是不错。这院子虽然小，却还算新。老胡前几年刚翻新的，本想着用来养老的，可他那双儿女都有出息，在城里落了户，便把他接走了。屋里的炕和柜子都是现成的，灶台桌子也是一应俱全。就是大半年没人住，灰有点多，你收拾收拾，回头把自己的行李一搬就能住进来了。沈曼曼简直太满意了，这里的环境比起知青点来说，实在好上太多太多。最主要是私密、安全、自由，也能远离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婶子，这是定金，我要租2年，这事还要麻烦您帮忙了。你这孩子性子倒是急，你放心，这是包在婶子身上，这钥匙你就先拿着，毕竟这房子还要实到实到。卢翠英也是个爽快人，当下收了定金。回头我就让老胡给你写个租房的条子，你就安心住，这离我家也近，有事你只管招呼。解决了房子的大事，沈曼曼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